这些都是我这几年最深刻的一个感受，我一直都很少跟人家说，很少跟人家提起。那在我还没有孩子之前呢，我们常说谈钱伤感情。那你发现有了孩子之后，真正伤感情的就是谈教育。例如你跟很多父母说不要让孩子接触手机荧幕，因为长期下来呢，它会分散掉孩子的注意力，情绪会更加浮躁，更加没有自我控制的能力。那往往语音未落他们就已经准备好一大堆的理由，一大堆的借口，都是为了方便自己，而不顾孩子的脑神经健康发展。因为孩子在7岁之前呢，是透过模仿和感官经验来学习这个世界。让他们赤脚踩在草地上，闻到泥土的味道，看着阳光洒在叶子上，那这些都是无法被荧幕取代的感官体验。在充满着商业诱惑的购物商场对孩子的内在世界是一种 sensory overload， 过度的刺激会剥夺他们的想象力，是一个缺乏滋养的空间。那大自然是滋养孩子的灵魂，而荧幕只是在消耗他们的注意力，至少在7岁之前。所以真正的成长应该要从树林、草地、阳光和自由探索中一步一步的开始。Alright， 欢迎大家收看 GWM Tank 300坦克300的这个 Travel Vlog。因为我们这一次就跟我上一次开 Haval H6 的时候一样，要带着孩子们去这个 camping 去露营。所以这一台坦克300其实我在中国开过它好多次了，在重庆也开过它，我在保定也开过它。不久前我在这个中国东北的长白山雪地上面也开过了这一台 GWM Tank 300坦克300。那当然回到马来西亚开是最自在的啦，因为是 right hand drive 的 version， 马来西亚的版本，我们熟悉的道路，熟悉的这个道路状况。所以这一台坦克300刚才我上车我 check 了一下，从它发布到现在呢，在马来西亚一共卖了538台，严格来讲是一共注册了538台，所以这个数据是相当可信的啦 ，GBJ 的数据嘛。所以这台坦克300是 CBU 整装进口卖250千，所以250千在那个时候啦，是马来西亚汽车市场上最贵的中国车，现在已经不是了啦，现在有豪华 MPV 取代它，确实250千买一个这种，你知道吗？不是非主流的 SUV， 它是属于中国叫方盒子 SUV， 也就是Mercedes G-Class 这种类型的，或者是你讲 Range Rover 这种类型的越野型 SUV 这样子。所以这个坦克300当然它在中国有 diesel 的，可能有 PHEV 的，或者也有不同版本的，有 3.0L V6 的都有。但是马来西亚拿到的这个呢，就是 2.0L 4气缸 Turbo 搭配 Jack F 的8速自动变速箱的版本，所以有大概200多匹，300多个Nm，这个不是重点啦。重点是我这集主要分享我的这个 Daily Drive 日常使用的这种看法，日常使用的这种心得 First Impression 啦。那首先你就想象着自己在驾着一台 Pickup Truck， 一个皮卡车，因为它完全有皮卡车的东西。首先它的底盘就是 Ladder Frame Chassis， 这个就是长城炮的底盘但是呢，一般我们做到这种 Ladder Frame 的车子，它都是柴油引擎 Diesel， 所以会有很大声的这个 piston 的声音，哒哒哒哒哒这样子。可是这个车子没有，它是一个 2.0L 的4气缸，你一般在这种路行驶 RPM 大概在1500转、1400转，非常的安静，非常的 premium。那就给我，因为我很少驾到 ladder frame 的车子是用汽油引擎的车，上一次应该就是 Ford Ranger Raptor， 价钱应该忘记多少钱差不多是这个价钱啦。所以 Ford Ranger Raptor 当然它是一个爆冲款的这种皮卡车，但这个车子就是一个你把它当成是 SUV 吗？它算了，因为它针对的它轴距是2750，就是标准的 C segment SUV 的尺寸。所以这种中国叫方盒子造型的 SUV
它在2024年的销量可以说是暴增啊！你看中国5大的这个去年啊，2024年销量最高 Top 5的方盒子 SUV。GWM 长城汽车就占了5台，有这个哈弗大狗、哈弗猛龙、坦克300啊，另外2个对手就是这个捷途的旅行者，还有方程豹，但方程豹是属于不像它卖这么多啦，所以长城汽车啊，其实当然它过去有推出过这个 Aura 03、Aura 07。但是你看回它的销量整体，它2025年它 focus 还是会在它的老本行，就是这种越野车、越野型 SUV、城市型的方盒子 SUV 等等。所以我们现在就经过Jalan Tun Razak，然后我们要去乌鲁央那边 camping， 然后我们就一边 camping 一边跟大家分享这一台GWM 坦克300，它能够载多少东西。OK， 说开了1个小时的车之后，我们现在就到了乌鲁央的营地。然后这一台 GWM Tank 300呢，它比我们原先预想中的容易载，能够载，而且它开门的方式是冰箱式的开门。你不要小看这样子啊，其实大大的降低了我们在放东西时候的这个难度。所以因为它是方盒子造型啊，所以一般上 SUV 啊，你要留一个位置啊，轮拱啊，你要避这个避那个，可是它是四四方方，变成即便你是一个再不会 organize 的人，你都能够把一只大象放进去里面了，所以我们现在就一样一样的把它拿出来。香蕉、食物。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就结束了3天2夜的乌鲁央露营。然后因为昨天我有一点事情，我要从这边开回家60多公里来回。你在这种乌鲁央的小路跑着啊，你会觉得车子的离地间隙非常的高，你真的就像开着一个 pickup truck， 一个Toyota Fortuner 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每一个 corner 你都要放到更加的慢了。它可以 handle， 绝对能够 handle， 可是就不是很爽的感觉了。你要跑这样子的路，当然是 hot hatch 会比较适合这样子的路，它就是给你一个非常高的视野，你可以看到非常高。像我前面有一台Borodur Alza， 我还能够看到它前面，所以这个就是驾高车的一个好处。那我们讲的这种高，不是一般上那种 C segment SUV 的高，是真的是很高很高的那一种高啦。你可以预判前面的车子跟前面的车子。他们的动向，他们要往左拐，他们或者他们已经放慢不慢，我们都可以agar到这个东西啦。然后我从 PJ 上回来乌鲁央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左右，整条路是非常的暗，忽明忽暗啦，有一小段路有路灯、黄灯、白灯，整体来讲，整条路确实是非常的危险。那当时我就开着这个坦克300，它有这个自动调节远光灯。当对面有车来的时候，它就会调成低灯；当对面没有车的时候，它就会在我看不到1秒里面就 switch 去高灯。所以高高低低，让我在整个路上行驶非常的有安全感。真的那条路，如果你试过晚上8点半走乌鲁央，你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啦。我一路上从这个各种 highway 回到来这边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真的很喜欢这个 driving 的 say 啊。因为每一次你驾 pickup truck 这么大这么重，它就是会有一个引擎的那个柴油引擎的噪音，它又没有我，它一直在你知道吗？1-2000 RPM，然后 gear 又比较多，变成你好像真的是在驾一个 SUV。当然，你讲过烂路的话，那个 leather frame chassis 的那个 differential 的声音啊，还是会硬哦会听到啦，毕竟它是一个越野车嘛。然后我开着我就在想，其实我不需要那些东西的嘛。如果我单纯喜欢坦克300这样子的外观造型。我又只要你，哪怕你给我 front wheel drive 我都不介意啦。对我的使用用途来讲，或者你给我 rear wheel drive 也好了，我不需要4轮驱动这样子的东西，就没办法再便宜一点。因为你给我3把锁，其实我不一定会用到那3把锁。我们还是一个住在城市里面的人，偶尔要过来这些露营的地方啊，过一点小河小溪，我觉得一般的4轮驱动都足以能够应付它。那它的这个4轮驱动真的是要拿来爬石路。雪地才真的能够发挥到它的极限啦。
这样想，我又在想着，如果我开一辆坦克300，是一个 front wheel drive 或者是 rear wheel drive， 没有4轮驱动，哪里怪啊？它会不会好像有一点，就是很奇怪啦？所以有些东西是你有，你不一定要用到，不过你要用到的时候，你拿得出来。我觉得坦克300 4x4，就是会给到大家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在那边。当然，你问我的话，这个车子开到哪里啊？摩托路人都会回头看多2眼，可能是这个颜色，也可能是它的这个块头，而且 compared to 你说 Range Rover 啊，这些 Hummer 来讲，它不是很贵的车啦，呀，250千确实不便宜，不过它也确实也不是很贵，能够理解为什么 GWM Malaysia，从发布到现在卖了差不多注册了538台，那你觉得那些车主是没有经过思考吗？你觉得那些车主是为了买而买吗？我觉得不是的，因为它确实能够给到你这个价位，没有一个 brand 可以给到你这样子的一种 set。你说 Jimny 的话，我们都知道 Jimny， 你知道吗？1.5 liter 4AT， 它，你知道吗？臭都是一个2.0 turbo XP automatic gearbox， 无论就性价比来讲，除非很多人真的会 care 它是什么中国车、中国品牌啦。可是你要知道，长城汽车是中国的越野冠军，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选一台中国车，你真的要选一个中国的越野车，我觉得没有什么比 GWM 长城汽车更加的适合，就形象上啦。然后呀，所以大致上就是这样子。今天这集真的是轻松到不能够再轻松的一个 content， 主要是给大家分享我对于这个坦克300非常的应景，非常的适合拿来露营啦。所以有什么东西我们再继续往前走，未来有机会再把它开出去做更多的 content。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去图案看。